我叫 Candy。Candy， 怎么样，洋气吧？洋气。还有，请叫我 Candy。上一期咱们聊了去有风地方中戏份相对较重的一个角色谢小春，这一期咱们挑一个戏份相对轻松的人物来解读。如果说马爷马秋山在剧中是搞笑担当，那么谢琴就是剧中的诙谐调和剂。不管当下的剧情如何，谢琴的每次出场总能把氛围往幽默的方向引导。饰演谢琴的是华为二公主姚安娜，提到她比较出圈的可能是在电视剧《列兵》中的吃鸡式演技，当时还引发了一波热议。在去有风的地方中，姚安娜饰演了一个单纯可爱的小卖铺老板。出生于鱼苗村的谢琴很接地气，平凡中还带着些俏皮。按照演员名单来看，可能连女10号都算不上。原本以为她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演员，恐怕很难准确拿捏谢琴的性格特点。没想到她诠释这个角色让人很是惊喜，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有网友评论，姚安娜饰演的角色很生活化，很自然，而且这是她首次出演电视剧，有这样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预期了。以姚安娜的身份来看，网上传闻说她带资进组，上到主角下到不起眼的配角，几乎人手一部华为手机，各种型号都有，还有很多关于手机的特写镜头，这一波植入够可以的。但无论传闻真假，姚安娜这一次小卖铺老板憨憨的形象却实实在在为她圈粉无数，没有抢女主的风头，没有抢戏，没有压戏，凭借自己的努力将谢琴的形象演绎的入木3分，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还有网友喊话，这才是正确带资进组的打开方式。在云苗村，谢琴的小卖铺就是村民日常生活的缩影，它就像一个烟火精灵，穿梭在琐碎的日常里，为村子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每一次他与村民的互动，那些家长里短的对话，充满烟火气的调侃，都是云苗村生活最生动的注脚，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朴质与温暖。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云苗村里的恋爱脑女孩，一心爱慕男主谢之遥的纯真少女，机灵俏皮的谢琴。因为有风剧中人物之间的故事线是有交错的，如果大家看到重复的部分，还请多多见谅。如果有遗漏的情节，欢迎大家补充。关于人物解读纯属个人见解，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接下来让我们3连打卡，启程云苗村。在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充满治愈与温暖的剧中，许红豆因为闺蜜陈南星的离世，暂别忙碌的都市生活，来到了这有风的地方，开启了心灵的疗愈之旅。初到云苗村的她四处闲逛，在谢之遥的马场意外踩到了马粪，没鞋可穿的许红豆寸步难行。谢之遥大方地用自己的爱马小可爱驮着她回到村子，顺道来到谢琴的小卖铺为许红豆买拖鞋。谢琴看到许红豆骑着谢之遥的马，很是吃惊，急忙询问谢之遥许红豆的身份。谢之遥介绍说他只是过来玩的客人，谢琴却不太相信，因为一般情况下谢之遥是绝不会让别人骑这匹马的。接着便到了买拖鞋的搞笑桥段。多少钱？你跟阿瑶哥一起来的，不赚你钱，25块啊，10块，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10块。前一秒还因为人情主动降价，后一秒就因为触及成本而急眼，这种情绪上的快速转变让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尽管强调不赚钱，但最终仍以10块钱成交。由此可见，这双拖鞋平时的售价是要高于25的，可对于谢之遥却可以不计成本，暗含谢琴对谢之遥的特别关照。看到是谢之遥结账，谢琴又好奇地追问，谢之遥却懒得解释。面对谢之遥对许红豆的善意，谢琴当下表现出了自己的嫉妒。谢之遥和他论辈分，他也完全听不进去。虽然对许红豆的出现表示出了些许的不解和好奇，但是面对这位新来的旅客，谢琴还是很热情好客的。临走还给许红豆递了一把花生，而这一把花生许红豆也没有舍得吃，一直放在了自己的床头柜上。
谢晴的第一次出场，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有点社牛、心地善良、机灵俏皮、真实外加一点搞笑的鱼苗村小超市的老板形象。谢晴的人设还有一点恋爱脑，一心喜欢男主谢之遥，语言上也不掩饰自己的好感，是个情商、智商似乎都不怎么在线的憨憨女孩。谢晴的外貌与形象塑造就像一幅细腻的乡村风景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地融入了鱼苗村的青山绿水之间。她的发型也是简单利落的短发，没有过多的修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样的穿着打扮和发型与云苗村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她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或者是穿梭在稻田间，都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让观众一看到她就深深扎根在了鱼苗村的生活情景之中。过了几天，许红豆把摔坏的手机拿去镇上修理，回村的时候顺路来到小卖铺采购点东西。这是谢晴的第二次出场。此时此刻的她正对着镜子画着口红，看到许红豆一副欲言又止的状态。许红豆想要买些可以知道时间的东西，可惜小卖铺里并没有，无奈之下她只能放弃。借着结账的功夫，谢晴和许红豆闲聊了起来。哎，你跟阿耀哥之前认识啊？不认识。那他还让你起小可爱？哦，我踩到粑粑了。我下次也要踩到粑粑。踩到粑粑本来是尴尬或者倒霉的事，许红豆提及此事的时候带着些许的无奈，但是谢晴却将其转化为下次我也要尝试的愿望。谢之遥让许红豆骑自己的马，在谢晴看来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照顾，所以说他所说的踩到粑粑并非是真的想体验踩粑粑的行为，而是借这个触发条件调侃，原来踩粑粑能换来阿瑶哥的特殊对待，那我也想试试。这种表达本质上是对谢之遥与许红豆之间亲近关系的调侃，也暗含一丝对被特殊对待的玩笑式向往。许红豆傻眼的反应，恰恰反衬出谢晴言行中那种未经修饰、充满生活气息的反差萌，让角色更具感染力。谢晴向许红豆进行了自我介绍，随后提到自己也有个洋气的名字。许红豆明显没有接住谢晴抛过来的梗，最后谢晴自己把话题给续上了。我叫 Candy。Candy， 怎么样，洋气吧？洋气。在乡村环境中，拥有英文名本身是相对少见的事情。谢晴主动提及 Candy， 底层逻辑是将英文名作为一种时髦的标签来展示。在他的认知里，英文名代表着洋气，跟得上潮流，因此急于向来自城市的许红豆炫耀自己这一特殊的身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缩小与城里人的文化差距，展现自己不土气的一面。谢晴的这一行为中，既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也透着一股未经修饰的淳朴与可爱。另外，记住这个英文名，后面会考。过了几天，谢之遥来到小卖铺买灯泡，谢晴借机向谢之遥求证谢之远的糗事，只不过他听到的版本十分离谱。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是因为跑步拉了他老师一裤子，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你这都听谁说的？我阿妈说的，他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我不太信。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们就信啊？那是拉在谁身上了？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啊？我又不知道，我微信问你，你也不回我。给，你先告诉我，到底拉在谁身上了？快给我！在这段情节中，谢晴对谢之遥没话找话的追问谢之远的糗事，本质上是通过挖掘八卦、制造话题来满足社交需求。在乡村社会中，谈论他人家事常被视为一种不见外的表现。谢晴的行为符合熟人社会的社交逻辑，他并非恶意传播谣言，而是把追问糗事当成关心和亲近的表达方式，认为通过介入他人家庭琐事，能体现自己与谢之遥一家的紧密联系。他的行为看似没话找话，实则是乡村熟人社会中典型的社交生存策略。通过对八卦的执着，他既维系了与他人的联系，也在社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社交位置。这种真实的心理状态让角色更贴近生活，也折射出乡村社交生态的独特面貌。接着，谢晴表达了自己想去谢之遥家里吃饭的诉求，但是谢之遥拿出了他阿爸劝他去绣坊做学徒的话题做应对。聊到这个话题，谢晴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直接让谢之遥结账，终结了这次对话。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一件衣服绣半年，老了眼睛都快瞎了，背都直不起来，也没见她能赚几个钱。我不去。你这孩子，
2个40，微信转账嘛，不赚钱。在谢琴看来，耗费时间学习刺绣，既无法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又可能损害身体健康，属于性价比极低的选项。但他忽略了刺绣这项传统手工艺中包含的文化艺术及潜在的现代转化价值。谢琴的偏见并非个例，而是反映了许多乡村年轻人对传统技艺的认知偏差。剧中谢小春的弟弟谢小夏，作为木雕坊的首席大弟子，也因为类似的偏见，差点放弃了木雕这门手艺。这部分内容咱们等到解说谢小夏的时候再展开聊。这种认知偏差也成为了传统工艺在当代社会中传承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在这一次简短的对话中，谢琴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对谢之遥的仰慕，虽然很荒唐，但却让谢琴这个角色显得更加的可爱。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提亲了吗？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我不去，你劝也没用，让他死了这条心。日子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天晚上，谢琴的阿爸跑来找谢之遥谈心，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杂货店已经开了有些年头了，当初镇上也没有几家店，收益还行。可现如今，超市、24小时便利店遍地都是，很多人还选择网购，杂货店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在谢琴阿爸的眼中，刺绣是门有前途的手艺，所以他想让谢琴去学习刺绣。无奈自己说话不如谢之遥好使，才跑来麻烦谢之遥，想让他帮着劝一劝。谢之遥是个明白人，他觉得谢琴可能不喜欢刺绣，这种事情是强求不来的。这个时候，谢琴的阿爸出了个馊主意。你说，等你学好了，我就上门提亲。咱得先哄着他，让他去学嘛，对不对？还有，谢琴阿爸的这番话的底层逻辑，精准抓住了谢琴对谢之遥的好感，并试图利用这份少女心事作为诱饵，倒逼谢琴接受学习刺绣的安排。谢琴阿爸懂得女儿的软肋，同时也急于让女儿接受自己认可的人生路径，于是用了最直接也最可能有效的情感刺激法。这种逻辑里，既有对乡村人情世故的通透，也带着老一辈为你好的强势。哪怕手段略显粗糙，但在谢琴阿爸看来，让女儿学习本事的目标远重于过程的体面。这下子让谢之遥很是为难。在这个节骨眼上，家里点的外卖送来了，谢之遥也借此机会把谢琴的阿爸送走。虽然谢琴的阿爸的目的还没达成，不太想走，但谢之遥已经把她架到了那个位置上了，最后只能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先行离开了。在这之后，许红豆以义工的形式加入了有风小馆，关于他和谢之遥的绯闻也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许红豆在谣言里变成了谢之遥的前任，为了谢之遥特地追到了鱼苗村，两人旧情复燃，在小河边卿卿我我。作为谢之遥的头号女粉，谢琴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大瓜。小河边干什么？凑那么近还能干啥？那个呗。啊，亲嘴了！哎呀，这我怎么好意思仔细看啊？哎，阿姐，再跟我说仔细点嘛。吃了这个瓜之后，谢琴的心里当然是很不开心的。见到谢之遥，也一改往日的热情，态度变得极其敷衍。但是这个瓜保不保熟，谢琴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当面找了谢之遥求证。在得到谢之遥肯定的答复之后，谢琴主动出击。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当然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是嫌我读书少，又没学一门手艺，是不是？谢之遥动之以情，试图说服谢琴，可是谢琴又爆出金句：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电视上有些男明星都比老婆大一轮呢，你说是不是？星星。这番令人喷饭的言论，让边上的黄星星哭笑不得，一直在强忍笑意。没想到自己突然被 Q， 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看到谢之遥的示意之后，黄星星立刻加入了劝阻，谢之遥也借机坐到了边上。谢之遥此处鬼鬼祟祟的样子真的是太好笑了。黄星星开始晓之以理，但是谢琴压根儿就听不懂，直接越过了黄星星，又坐到了谢之遥边上，同时继续追问他：阿瑶哥，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我去学刺绣的话，你考虑我吗？结果谢之遥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这让谢琴非常失望。他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之后，便起身离去了。
还有，请叫我 Candy。拜拜 ，Candy。Candy。谢琴的问题深层含义是将自己的心意与学刺绣绑定，做了一场带着期待的情感赌博。此时的谢琴带着少女特有的天真与勇气，哪怕知道希望渺茫，也要明确一个答案，既是对自己之前的关注和试探做个了断，也藏着一丝万一他同意了呢的侥幸。被谢之遥拒绝之后，谢琴愣了2秒，是大脑短暂的宕机。这2秒里，他可能在消化被明确拒绝的事实，这种错愕里夹杂着难堪、失落以及一丝被冒犯的委屈。最后的反击是典型的自我保护，有人追我的潜台词是你不考虑我，我也不是没人要，你的拒绝对我影响不大。说到底是为了挽回自己被拒绝时丢失的面子，避免在谢之遥面前显得太狼狈。最后的这句请叫我 Candy 是对谢琴这个名字的暂时剥离， Candy 是他之前引以为傲带点洋气的标签，此时搬出来像是在说我不只是你眼里的那个乡村姑娘谢琴，我有我自己独特的个性，你不认可我是你的损失。临走之前的白眼是对所有情绪的总结性表达，有对谢之遥的不解风情的不满，有赌气的成分，还有强撑的尊严。谢琴在这段剧情的心理活动是从孤注一掷的期待到被拒绝后的错愕与自我保护，最终落脚于带着倔强的体面退场。整个过程充满了少女面对情感挫败时的真实与拧巴，最后的白眼不过是这场外强中干的落幕姿势。我输了，但我不能输得太难看。马爷在阿贵婶的劝说下重新振作，开始再次创业。在鱼苗村里收集大家对茶饮的意见时，他还特意去找了小卖铺的谢琴，这段堪称所有品茶人中最不着调的一段。马爷很正经地给谢琴倒了一杯茶，谢琴直接评价不好喝，因为没滋没味。马爷误以为他喜欢重口味的茶，立刻给他换了一款。结果第2杯，谢琴甚至都还没有咽下去就吐了出来，说是太苦了，喝不了一点。马爷解释说这款茶是有回甘的，需要细品。谢琴表示不喜欢这2款茶，只喜欢甜的。于是马爷咬咬牙掏出了限量款的奶茶，最后还往上面挤了一点秘方。注意，这里是真的只挤了一点儿。所谓的秘方，从形态上看，推测应该是类似于奶盖一样的东西。谢琴尝了第3款茶，两眼立刻放光，转身进屋拿了自己的大杯出来，让马爷把他的秘方单独挤一点给他。马爷自然是舍不得呀，还是只挤了一点点。结果谢琴直接上手，往自己的杯子里挤了致喜量的奶盖，这一下可把马爷心疼坏了。马爷要给谢琴加茶饮，谢琴却说不需要了，端着奶盖细细的品鉴起来，这让马爷当场傻眼。我跟你说，这个才卖得出去，这个我给10分。啊，那我这些呢？这些2分最多了。对啊。在这段剧情里，面对马爷认真的推荐，谢琴既不客套也不敷衍，全程没有给面子的顾虑。这种反应体现了他不迎合不伪装的性格，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立刻说出来，甚至带着点不懂就直接表达的天真，完全不按照成年人的社交规则出牌。当马爷舍不得挤奶盖时，谢琴直接上手抢，还只盯着奶盖，忽略茶饮本身，最后甚至端着奶盖独自品鉴。这种行为带着点孩子气的任性，他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会直白的争取，不太顾及对方的感受，更关注自己的需求是否被满足。但这种自我中心并非恶意，更像是没有被世俗规训过的率真，带着点乡村少女的野气。他的直白也不是没有礼貌，而是乡村环境里养成的不绕弯子的淳朴。他对于甜的执着，更像是少女对喜欢东西的单纯偏爱。抢奶盖的小任性也带着点孩子气的真实，而非刻意的自私。这些细节让他跳出了标签化的年轻人，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的选择是基于自身感受，而非被年轻人应该怎么样的框架绑架。他不压抑自己的喜好，也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更在意我是否舒服。这段剧情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没有让谢琴成为刻板印象的载体，而是通过他的真实反应，让这种年轻态充满烟火气。
他的选择或许不传统，但足够真诚，这正是角色的魅力所在。过了几天，村里的四小金刚在小卖铺门口吃棒冰，谢晴正好来到店里，看到虎子就把他父母准备离开云苗村的消息告诉了他。虎子的父母原计划是瞒着孩子悄悄出去打工赚钱，这下子消息暴露，让虎子伤心不已，一边哭一边跑到了镇子口去找阿妈。在这段剧情里，虽然谢晴只有短短的几句台词，却凸显了他性格中冲动冒失、缺乏同理心、自我边界模糊的一面。这一情节更像是一个完全没有学会换位思考和顾及他人感受的年轻人。他的行为逻辑简单直接，却忽略了人际交往中需要的分寸感和同理心，最终无意间造成了对虎子的伤害。这种性格特点既有年轻人的单纯直白，也带着未经世事打磨的莽撞。说的再直白点，就是他有点缺心眼儿。为了推广云苗村，谢之遥计划为村子拍摄宣传片，特意请来了黄星星的学姐笋子来拍摄。完成了剧本创作之后，苦于没有合适的出镜演员，于是黄星星在村子里发起了招募。等了一上午都没有人来面试，就当他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谢晴带着她的几个小姐妹来救场。哎 ，Candy， 我报名行吗？可以啊，可以啊，那多几个人行吗？没有问题。来，啊，进来。你们好，这都是我的小姐妹。你们好。正是有了谢晴的这群小姐妹的帮忙，才顺利完成了宣传片中民族舞蹈的拍摄。有一说一，这段舞蹈排练的确实挺不错的。穿上民族服饰之后，跳起来别有一番味道。谢晴还是站在 C 位的人之一。七七狗狗小木箱，小木箱子小木箱，祖辈水里加你山哟，你就一喊上，哎妈一喊哟，一喊上。自从上次被谢之遥拒绝之后，谢晴就悄悄地找了一个小男朋友。谢晴的阿爸似乎对这个男生不太满意。这一天，谢晴的阿爸又追着谢晴念叨，谢晴一气之下跑到了谢之遥的马场。谢之遥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知情，只能硬着头皮帮忙劝慰谢晴。好在谢晴是个直肠子，直接就把自己找了男朋友的事情告诉了谢之遥。不过当谢之遥听到男生的年纪，也是吓了一大跳。你阿爸为什么不喜欢他？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他多大？都19啦。比你小5岁。那又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之前没听说啊。很显然，谢晴对于年龄的差异并不在意。她拉着谢之遥讲述了她和杨志南的爱情故事。杨志南这个名字大家要记住，后面会多次的出现，只不过在剧中这个人物始终没有露过面，一直是以名字的形式存在。我开始的时候一度认为谢晴虚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后来仔细一想，按照她的人物性格，又不像是能编出这么真实瞎话的人，最后才接受了杨志南这个人物的存在。谢晴骄傲地表示，杨志南是主动追求的自己，连着给自己点了1周的外卖，他才答应的。谢之遥在一旁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还不忘记安慰谢晴，说他的阿爸年纪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谢晴却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他的阿爸都看不惯。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割葱，他心疼我阿嬷，不让我阿嬷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割葱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哎呦，在谢晴的逻辑里，我付出了心意和行动，就理应被对方察觉并给予肯定。可他的阿爸不但没有回应这份心意，反而又批评回应时，他本能地觉得我的付出被无视了，进而产生了委屈感。谢晴的诉苦的核心在于阿爸的态度让我不舒服，将阿爸的抱怨等同于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方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重要，情绪的感受远重于理性的沟通。这种逻辑虽显稚嫩，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年轻人在与长辈的互动中对情感回应的强烈渴求。接着谢晴又开始抱怨自己的阿爸，可他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你说的没错，
对吧？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这里出现的鬼迷日眼这个词还挺少见的，属于云贵川地区的方言，主要是用来形容人行为怪异或者状态不佳，带有贬义或者调侃的意味。谢琴的性格中本就有情绪优先的特点，她对于关系的核心需求是被看见、被认可。谢之遥的回应精准提供了他需要的情绪价值，让他觉得这个人能懂我。谢琴对谢之遥的称呼也从阿瑶哥变成了阿瑶叔，这表明谢之遥不再是需要试探的对象，而是一个可以放松表达，甚至带点撒娇式依赖的长辈。说完了自己的心事，谢琴把话题转移到了谢之遥的身上，询问谢之遥和许红豆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谢之遥否定的答案之后，谢琴表达了自己的失望，接着严肃地批评了谢之遥。阿瑶说，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她，把她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谢琴的毒舌并非恶意，更像是一种带着孩子气的坦诚。在他看来，年纪大了应该积极的追别人是简单的道理，没有必要拐弯抹角。这种直率里透着一股我是为你好才说实话的认真。明明称呼谢之遥为叔，却用教育晚辈的口吻批评他，甚至给情感问题下了判断，本质上暗含着对美好关系的朴素期待。他觉得谢之遥和许红豆很合适，就希望他们能有结果。这种心态就像小孩期待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一样纯粹。这段话也让谢琴这个直率中带着热心、毒舌里藏着善意的仙魂形象更加立体。看到话题扯到了自己身上，谢之遥的尴尬症立刻就犯了，马上想要撵走谢琴，还说他啰里啰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和他爸一样。谢琴听了当下就不乐意了。阿瑶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我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吧啊。说我家杨志南好，全世界家杨志南最好。此处谢琴完全忘了自己刚刚夸过谢之遥。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后一秒就因为对方的否定而立刻反驳，这种忘性并非真的健忘，而是情绪瞬间占据了认知主导。当谢之遥说他啰里吧嗦和他阿爸一样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被冒犯。这种负面情绪来得又快又直接，瞬间覆盖了之前对谢之遥的好感，让他无暇顾及刚刚还夸过他的事实。这种反应或许冲动，甚至有点双标，但是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纯粹。他的世界里，关心就是硬通货，值得被认真对待。这种朴素的认知，让他的反驳显得既可爱又真实。过了一段时间，许红豆的租约到期，暂时离开了云苗村，而谢之遥也因此陷入了情绪的失落之中，一天到晚板着个脸。这天，谢之遥又跑到杨冠军的烧烤摊喝闷酒，正好遇到了心情不顺的谢琴。因为小男朋友杨志南的生日没有和自己一起过，谢琴气哄哄的和谢之遥、杨冠军抱怨，情绪上头的他表示要和杨志南分手。杨冠军看到这架势，急忙劝他，让他不要这么极端。谢琴却突然爆发了。杨冠军，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论辈分，我可是你小姑。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我叫你小姑啊。你要是说我对，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你要是说我不好，我就要跟你论辈分。谢琴的逻辑链条可以简化为：我的情绪和立场必须被认可，谁支持我，我就跟谁讲人情；谁反对我，我就跟谁讲规矩。他不是真的在意辈分伦理，而是在情绪激动时，本能的抓取身边最有效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既想得到对方的认同，又不想接受任何的批评，甚至不惜用双标的方式强行占据上风。这种逻辑虽然带着蛮不讲理的任性，却真实反映了他在情绪主导下的思维特点。规则的意义不在于遵守，而在于能否帮自己赢。这个过程，谢之遥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谢琴越说越激动，突然把谢之遥给点着了，跟着谢琴一唱一和起来。他一反平时的冷静和理智，不但没有劝阻谢琴，反而怂恿他和杨志南分手。情绪上头的谢琴冲动的给杨志南打了电话提了分手，可随着电话挂掉，谢琴立刻又伤心了起来。杨冠军认为谢之遥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没有对象，所以嫉妒谢琴才在边上拱火的，结果谢琴却反驳杨冠军。杨冠军，
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对，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阿瑶叔，要不你娶我吧？哎呀，活该，让你拱火。谢琴此前反复强调，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在的核心需求，被坚定的选择和认同。谢琴的性格本就带着非黑即白的孩子气，喜欢就直接表白，不满就立刻爆发，解决问题的方式也简单粗暴。他脱口而出的阿瑶叔你娶我吧，看似荒唐突兀，实则集中反映了他在情绪失控下的依赖本能，对唯一支持者的极端投射。谢琴的这句话无关深思熟虑的爱意，而是情绪崩溃时的本能反应。他在失去一段关系后，将唯一的支持者谢之遥视为情感的救命稻草，用娶我这种极端的方式，试图抓住这份被支持的感觉，填补内心的恐慌和空虚。这种状态真实的让人心疼，也让这个角色更加的立体。他的莽撞背后藏着年轻人共有的对情感确定性的渴求。谢之遥很明显接不住谢琴的话，情急之下呛了一下，结果鱼刺卡住了喉咙，直接进了医院。这个尴尬的话题也到此被迫终止。随着韶华书屋的项目顺利推进，谢之遥和许红豆的远程联系也越来越频繁，他的心情也逐渐开朗了起来。这天，谢之遥正和杨冠军聊着书屋的项目进度，谢琴穿着一身漂亮的裙子飘了过来，自豪地表示是男朋友杨志南送给她的。杨冠军疑惑地问谢琴：“不是分手了吗？”谢琴却回答说：“哎呀，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你不吵架，不分分合合，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有什么意思哦？那你这样折腾多伤感情。爱情就是要折腾。算了，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你又不懂，对不对，阿瑶叔？对，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经受住考验的。但你也不能总考验，别动不动就分手。不是你让我分的吗？我让你分你就分，你阿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也不是真的想分。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在谢琴的认知里，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不吵吵闹闹，就是清汤寡水。这种逻辑的核心是将冲突与情绪直接划等号。他可能觉得只有经历过折腾的爱情才显得更热烈、更深刻，就像是影视剧里的情节，没有冲突就不够带感。他对分手的轻拿轻放，反映出对情感边界的模糊认知。谢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考验可能真的伤害到对方的信任。这种只许我考验，不许关系出问题的逻辑，带着点天真的霸道。谢琴对爱情有着朴素的期待，却还没有学会用更成熟的方式实现，只能用最直接甚至有点笨拙的折腾来试探边界，索要安全感。就像小孩用哭闹吸引关注，他用分手和好确认自己被在乎，本质上是对被爱的强烈渴求，只是方式还带着未脱的稚气。说完了自己和杨志南复合的故事，谢琴转头又劝谢之遥让他不要放弃，虽然自身条件不那么过硬，但是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的。结果谢之遥却说，等到书店建成，他就有老婆了。这番话把谢琴说得一脸茫然。按照谢琴在剧中的智商，他是肯定猜不到，此时谢之遥口中所谓的老婆，就是暗指许红豆。他还以为阿瑶叔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非常嫌弃的往边上挪了一下。不过也难怪谢琴会有这样可爱的小动作，从谢之遥当下的表现来看，确实有点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许红豆回到老家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询了家里的综合意见，最终决定接手云苗村的民宿，又一次回到了村里。谢之遥和许红豆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这天他们在田边谈心，聊着聊着眼看就要亲上了。这时候在边上看了半天的谢琴终于说话了，因为刚刚听到谢之遥对许红豆说你的全部我都负责，这让谢琴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她的小男朋友杨志南从来没有对她说过类似的话。于是他向许红豆请教，怎么才能让男人为我负责呀？奇了怪了，他杨志南怎么从来不这么说啊？这个有点难讲啊。
谢琴听到谢之遥对许红豆的承诺，便直接将这句话视为负责的核心体现，认为说出口是负责任的关键标志，却忽略了责任可能体现在行动、态度等其他方面，陷入语言及事实的单一认知。这种思维反映出他对爱情的理解缺乏个性化认知，习惯用他人的相处模式来衡量自己的情感，陷入别人有的我必须有的刻板框架。他对责任的理解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对爱情的想象带有童话色彩，也反映出他性格中天真、缺乏现实经验的一面，对感情的复杂性认知不足。谢之遥看到许红豆有点接不住谢琴的话，马上用他需要下地干活的话术忽悠走了谢琴，谢琴不得不烦躁的退场。早些时候拍摄的宣传片吸引来了一位网红旅游博主，在这位博主的推波助澜下，鱼苗村在网上爆火，全体村民集体动员，共同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谢琴这个 Candy 的英文名终于在接待外国友人的时候派上了用场。这天他没有待在小卖铺，而是穿上了统一的工作服，来到了扎染坊帮忙接待游客。不过从他接待国际友人的场景就能看出来，谢琴的英文水平确实比较有限，除了能说明白自己的英文名之外，其他的交流几乎全是用中文硬说，仿佛只要说的足够慢，对方就能听懂。2件9折，3件8折。Sorry， 你不用跟我 sorry， 干嘛老 sorry 呢？哎，阿姐，来过来一下。最后还是求助了店里会英文的小姐姐，才化解了尴尬。在接待国内游客的时候，谢琴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依然表现得热情大方。挺过了最忙碌的周末，第二天谢琴开开心心的来找谢之遥领工资。帮忙结账的大侠看到谢琴，急忙先帮他结算。小琴那还没算，先给我们家小琴算啊。谁是你们家小琴？想追我，先去村口拿号排队。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去。我不急，我今天没事。谢琴的逻辑始终围绕着维护自我主导权展开，面对可能模糊边界的调侃，他第一时间用直白反驳划清界限；面对潜在的示好，哪怕是玩笑，他也会用夸张的受欢迎设定强化自身优势。这种思维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锐气，既不愿意在社交中吃亏，又渴望通过互动证明自己的魅力，哪怕方式带着点小骄傲和小任性，却也透着真实不造作的鲜活感。经过大侠的合计，谢琴的日工资是290，谢之遥大方的给了300，凑了个整，这让谢琴另眼相看，开心的表示自己还不如给谢之遥打工，上周小卖铺卖货都没赚到这么多呢。看着自己辛苦赚来的工资，谢琴开心的说要给杨志南买双鞋，看看杨志南这个名字又出现了。接着谢琴转头问许红豆民宿什么时候开业，自己打算去当服务员。许红豆劝他别想出一出是一出，得想清楚了再做决定。我也不是想开店，我就是不想去学刺绣，我就是屁股下面有钉，坐不住。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那要是遇到很过分的客人，你们打起来怎么办？我哪会打人啊？我最多跟人家吵架。而且我热情呀，我话很多，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就算是外国人来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划着跟他们聊天的。谢琴提出去民宿当服务员，显然是临时起意的。前一秒还在领工资，下一秒就兴致勃勃地切换目标，完全符合他想出一出是一出的行事风格。当许红豆劝他想清楚时，他立刻用“我就是不想学刺绣，坐不住”等借口反驳，直白地将逃避刺绣作为换工作的核心动机，而非基于对服务员职业的理性考量。谢琴强调自己热情话多，什么人都能聊，展现了他天生的野生社交力。但这种自信也带着盲目性，他只看到了热情能拉近距离，却没有考虑服务业需要的分寸感。过度的热情或与客人聊嗨了，反而可能越界。而话多在遇到挑剔的客人时，甚至可能激化矛盾。他对社交优势的认知停留在能聊的表层，却忽略了职业场景对适度的要求。这段对话里的谢琴是冲动与热情并存，盲目自信与真实坦诚交织的矛盾体。他抗拒被规训，却对自己的短板缺乏认知。他擅长用热情打破社交壁垒，却没有意识到职业场景需要收敛锋芒。这种不完美，恰恰是他人物的魅力所在。接着谢琴还想把自己的小男朋友杨志南也介绍来当服务员，许红豆婉拒了谢琴的提议，说他们俩只要一个。谢琴很失落，
接着又爆出了一个杨志南的往事。我跟你们说，他上次骗我说是回家睡觉了，结果去网吧通宵打游戏。这么过分啊？那不赶紧分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跟红豆姐怎么不分？我们俩又不吵架，我又不骗他。此处谢琴主动提起杨志南的过错，既是在向许红豆解释为什么不用招他，也是在潜意识里抱怨，希望得到他人对杨志南做的不对的认同，只是用调侃的方式包裹了这份情绪。谢之遥的话看似顺着他吐槽，实则戳中了他的情绪痛点。他吐槽杨志南，希望是得到他确实不对的共情，而非赶紧分手的决绝建议。谢之遥的拱火让他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有种被冒犯的感觉。谢之遥最后的这句我们俩又不吵架，我又不骗他，直接点破了谢琴反击中的逻辑漏洞。谢之遥与许红豆的关系没有欺骗等原则性问题，自然不必分，而杨志南的欺骗恰恰是谢琴自己吐槽的痛点。此时谢琴无话可说，内心却是一种理亏却不服气的复杂状态。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谢琴把道听途说来的谢之遥小时候的糗事说给了许红豆听，结果两件糗事的当事人都不是谢之遥本人，而是谢之遥童年的挚友杨冠军和谢强。这下子场面又尴尬了，谢琴一脸疑惑，却怎么也想不到别的糗事了。这场对话也只能无奈的终止。1年之后，许红豆的听风民宿试营业，邀请有风小院的朋友们前来入住体验，而谢琴真的成为了听风民宿的前台服务员。跟着许红豆一起查房的时候，谢琴已经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了。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经过许红豆的细致巡查，确实如谢琴所说的，许红豆立刻给了肯定的反馈。完美，以后都要按这个标准保持啊！明白，走，我们去下一家。谢琴的故事线也到此画上了句号。至于他最后和杨志南有没有在一起，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看出来，经过1年的时间，谢琴在职业素养、心性成熟度和自我认知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从之前那个坐不住、想出一出是一出的冲动女孩，逐渐沉淀出踏实认真的状态。1年前的谢琴面对当服务员的想法时，更多的是凭一时的热情。此时的她不仅真的成为了民宿前台，还能按照流程检查房间，对细节有严格的把控。这种对工作标准的清晰认知和执行力，恰恰体现了她从轻视规则到敬畏流程的转变。不再是想出一出是一出，而是能沉下心完成具体的事物，职业态度变得踏实可靠。谢琴不仅接受了服务员这个需要耐心和细致的角色，还主动用行动证明自己能够做好。她身上的这种变化，正是年轻人在经历现实打磨后，逐渐找到自我定位，学会承担责任的体现，无疑是显著的成长。姚安娜在去有风的地方中对谢琴的演绎，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演员，她能把谢琴这个角色诠释得如此生动，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从最初的备受质疑，到在这部剧中收获不少好评，姚安娜的表现进步有目共睹。她就像一个努力的学生，不断在表演的课堂上学习和成长。姚安娜与谢琴这个角色的契合度极高，像是量身定制一般。谢琴的热情开朗、机灵俏皮，被姚安娜演绎得十分自然，没有丝毫的违和感。不过，姚安娜的演绎也并非十全十美，在一些情感表达较为细腻的场景中，她的表现稍显稚嫩，情感层次和深度还不够。与一些资深的演员相比，在演技的火候上还是有所欠缺的。在去有风的地方中，谢琴是一个极具生活气息的年轻角色。他的形象始终围绕真实展开，前期带着年轻人的莽撞与天真，爱热闹话痨，热情直接，对感情既依赖又挑剔，对未来既迷茫又冲动，像极了现实中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里跌跌撞撞。
1年后，他从坐不住的性子变成能按流程检查房间、苛求无指印的民宿前台，职业态度从凭热情转向靠细节，证明他学会了收敛棱角，适应规则。无论前期后期，谢晴的底色始终是温暖的。她会主动想把男朋友介绍来工作，会用话多的热情连接他人，这种真诚让她的成长更具说服力。她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了。谢晴在剧中并非核心主角，戏份也不多，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她是大理乡村年轻一代的缩影，她的迷茫与成长映射了乡村青年在城市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身份探寻，让剧集更具现代共鸣。谢晴的存在为故事注入了轻松鲜活的烟火气，她的插科打诨、情感里的小纠结、工作中的小进步，让有风小院的群像更立体，也让慢节奏的乡村叙事多了几分青春的跳脱感。剧集的核心是在慢生活中疗愈成长，谢晴的故事正是这一主题的微观体现。她没有经历惊天动地的挫折，却在日常的工作中、情感的打磨中，从浮躁走向踏实，证明成长不必轰轰烈烈，在平凡里扎根也是一种治愈。谢晴的塑造避开了完美角色的悬浮感，用真实的缺点和扎实的成长，成为剧中最具生活质感的角色之一。成长未必是成为优秀的人，而是学会在自己选择的生活里认真的扎下根。大家对谢晴这个角色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和我互动讨论。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可以看到这里，我是小黑，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最多就是8折了。 Excuse me. Hello， 请自己看一下。Hello， 我是 Candy。 Hello, Candy. How much this clothes? 86块。 Sorry. 不用 sorry。86，钱 money。 Ah, 86. 对对对，2件9折，3件8折。 Sorry. 你不用跟我 sorry，干嘛老 sorry 呢？